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偶遇女友，谈了新男友，两人从酒店出来，当街热吻后，女友看到了我，她提出分手，还说我这个废物阻挡了她嫁进豪门。接着她就住进了富人区的豪宅，还发到朋友圈大肆炫耀。但照片中的房子我却有些眼熟，我立马打电话给了特助梁特助，这照片里的别墅是不是我家的？是的，陆总。当时您说那太偏僻，就没住。我冷笑一声，假装豪门给我戴绿帽，现在还住进我家来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天是我到我爸公司入职第一天，我刚准备出门，梁特助快步追上来，陆总，我送您去公司吧。不用了，我打车去就行。对了，把我那辆劳斯莱斯送去做性能测试。周甜甜是从实习生做起的，她要是知道我是总裁的儿子，肯定接受不了。她当时面试陆氏集团，我并不知情，得知后我更没有了坦白的机会，因为她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过，最讨厌那些靠关系的富家子弟，那些有钱人凭什么觉得能用钱控制一切？那种富家子弟，我最看不上眼了。所以我一直隐瞒着真实身份，想证明给他看，用实力告诉他，不是所有的富家子弟都是草包。谁知道出门还没有2分钟，我就碰见了周甜甜。师傅，停一下车。一下车我就愣住了，周甜甜正挽着一个男人，两人刚从身后的酒店里出来，满面春光。周甜甜敞开的衣领也布满了暧昧的红印，没走几步，那男人就搂着她接吻，两人都一副显然没有尽兴的模样。周甜甜靠在他怀里，一脸娇羞。我脚步一顿，站在原地。就在这时，周甜甜终于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陆修远，你怎么在？他慌乱地避开我的目光，往那个奸夫身后躲。真抱歉，打扰2位好事了。亲眼撞见女友出轨，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冷静了，可心还是忍不住一阵阵发疼。你听我解释。他想伸手拉我，我直接后退一步。甜甜，这就是你那个废物男朋友？韩世宇也注意到了我，他搂着周甜甜走过来，他一身高定西装，名表名鞋。韩世宇打量我一眼，冷笑道：甜甜，你以前的眼光也太差了。听他这么说，周甜甜低下了头。原来在他眼里，和我谈恋爱是一件这么丢人的事。甜甜，你可是我第一个带回家的女人，现在怎么搞得我跟小三似的？周甜甜连忙摇头，我最爱的是你，我会让他别再纠缠我。我纠缠他？当初明明是他死缠烂打，追了我大半年，陪我熬夜上网课，给我送夜宵，照顾我生病。现在倒成了我死缠烂打。周甜甜朝我走近一步。陆修远，我们分手吧，你阻挡了我嫁进豪门的脚步。他眼里带着歉意和祈求，看在曾经相爱一场的份上，别让大家都难堪。我冷着脸摆摆手，不想再跟他浪费1秒的时间。去嫁你的豪门吧。只是我没想到，他所谓嫁进的豪门，住的那套豪宅其实是我家的房子。当天晚上，周甜甜就在朋友圈秀起了恩爱，定位是市中心富人区的独栋豪宅，照片是两人在大床缠绵的照片和几张豪宅内景。周甜甜配文是：感谢上天让我远离烂人，遇到真爱。但我的目光被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所吸引，那墙上挂着的照片好像就是我爸和公司几个元老的聚餐合影。这种细节我不会认错。为了确认，我赶紧拨通了梁特助的电话。老梁，
我家在翠湖那边，是不是有一栋别墅？毕竟家里资产太多，有些地方我也记不太清了。是的，陆总，那里是公司早期重要客户接待所在地。不过您嫌太偏僻，一直空着。别墅有专门的物业打理，您不用担心。看来真是自家的产业。行啊，用我的别墅泡我的女人，他倒是省事得很。不过话说回来，韩世宇这么做反倒帮了我，至少让我看清了周甜甜的真面目。就是有个问题我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拿到别墅钥匙的？老梁，帮我查个人。想到韩世宇一身名牌行头，虽然看着有点刻意，但人设倒是立得挺像那么回事。我补充道，重点查查物业那边的，看谁家有儿子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第二天，公司楼下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所有人三五成群，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我去，这不是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吗？全球才20台，我没见过这么帅的跑车，这是哪来的少爷啊？太有实力了吧！路人越聚越多，把公司大门都堵住了，我被挡在外面，进不去楼里。那不是市场部的周总监吗？他跟之前那个分手了。周甜甜，我那个拜金前女友。我探头往人群中间看去，就见周甜甜踩着高跟鞋，优雅地从车上走下来，她一脸得意，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韩世宇随后下车，还体贴地扶了她一把，一身高定西装，墨镜遮面，手腕上百达翡丽反着光，这气势，往那一站，还真像个正儿八经的纨绔子弟。天哪，周总监才是人生赢家啊！听说光这车就值3000万。我这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一群人掏出手机疯狂拍照，场面热闹非凡。这下还真让韩世宇给装起来了。等等，这辆劳斯莱斯不是公司新研发的样车吗？连车牌都还是我特意定制的幸运数字。前几天才让梁特助送去做性能测试，怎么到了韩世宇手里？正当这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是当时跟我一起面试的张海。他大概以为我和他同一天入职，也知道周甜甜是我女朋友。老陆，这事你就这么算了？算了，兄弟，别想不开，市场部美女多的是。我瞥了张海一眼，不过我前几天确实郁闷得要死，不过现在已经看开了。无非就是眼下看错了人，就当这3年的感情喂了狗。但周甜甜似乎不打算放过我，绿我甩我之后还要来恶心我。张海给我打来电话，老陆，你快看短视频热榜，我之前怎么没发现？这周甜甜这么不要脸。听他语气不对，我赶紧点开了链接。原来是那天的路人拍到了周甜甜和韩世宇两人靠着天价豪车秀恩爱的视频被人发到了网上。不过网友们可不买账，这女人长得漂亮，但看着就是个会爬的，手段真高啊！这种富二代都能轻易搞到手，估计做了不少身体力行的事吧。看到评论区没有羡慕和追捧，反而是一边倒的嘲讽他，周甜甜坐不住了，她立刻发了条视频，想为自己洗白，感觉大家对我有很大误解。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和前男友交往时，所有花销全是我来付的，他连杯奶茶钱都不掏。谁？他说的前男友，不会是我吧？评论区的风向瞬间变了，吃瓜群众纷纷从嘲讽他到开始声讨这个神秘前男友。妹子这么优秀，这前男友是傻子吧？现在的男人也太抠了，吃饭喝饮料这种小钱都要女人掏钱，丢不丢人啊？看评论逐渐倒向自己，
周甜甜更来劲了，开始营造贤良淑德的人设。其实钱不是问题，恋爱关系中其实不应该太计较这些小的得失。我跟他在一起，其实并没有觉得委屈。委屈？你当然不委屈了。你的限量包、高奢衣服、化妆品、米其林餐厅，哪次不是我出钱的？我简直被他的恬不知耻惹笑了。朋友圈就这么大，很快就有人扒出了我的身份。热心网友在网上口诛笔伐我，连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得鄙夷。就他啊，整天标榜实干，原来是啃女人的窝囊废。凤凰男年年有，今年格外多。我不得不承认，周甜甜这招玩得漂亮。本想给她留点面子，毕竟曾经真心相爱过，现在看来这份情面是留错了。这时梁特助的电话打了进来，陆总，按照您的要求，已经查清楚韩世宇的底细了。此人有多起融资诈骗前科，还卷走过上家公司的投资款。他冒充海归身份四处行骗，私生活非常混乱。最巧的是，您那栋别墅的物业总管正是他亲生父亲。果然和我猜的一样，韩世宇能进别墅，肯定是通过他老子拿到了门禁权限。不过他这履历可真是精彩纷呈。今天换做其他朋友，我肯定会善意提醒，但周甜甜就不值得我这份好心了。毕竟两人是真爱。帮我约一下卢氏集团的卢总，就是韩世宇的前上司，顺便告诉物业那边，我晚上要去别墅检查工作。那辆劳斯莱斯估计也是他用我的身份权限提走的，这爷俩可真行。明白了，陆总。刚开完会出来，正准备上车，就碰见了周甜甜。她一看见我，立刻小跑过来，眼泪说来就来，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站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不好意思，我真的给你添麻烦了。其实那些话不是我想说的，我也是被舆论逼的。我直接挥手打断他，看着他这副样子，我就一阵反胃。你这种厚脸皮的人，还能知道不好意思？周甜甜，以后再见面就当不认识吧。我现在看见你这张脸就觉得反胃。听我这么说，他一下子愣住了。毕竟从前我对他可是能灌到天上去。陆修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特意来给你道歉，你居然这种态度，搞得好像我多对不起你似的。我忍不住笑出声。以前还真没发现我这前女友倒打一耙，颠倒黑白的本事有这么大。网上那些抹黑我的言论不是你发的，造谣说我跟你交往期间1分钱没花，也与你无关。我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跟他多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浪费时间。我刚要上车，却被他一把拉住。陆修远，我哪里造谣了？你送的那些奢侈品，敢说不是假货？这话瞬间点燃了我的怒火。这几年送他的爱马仕、香奈儿能堆满一整间衣帽间，他居然说我送的都是假货。放你妈的屁！老子送的哪件不是专柜正品？周甜甜扫了眼我身后的车，显然不相信这是我的车。他抱着胳膊冷笑道，就你这本事，租个好车装逼，怎么可能买得起真的奢侈品？原来这3年在他眼里我送的一切都是假货。行啊，既然是假货，那就全都还回来吧。我目光落在他肩上那个香奈儿包包，好心提醒，倒是你现在背的这个才是高仿吧？也是，周大总监就喜欢这种假的，假货配诈骗犯，倒是绝配。周甜甜指着我，气得声音发抖，你算什么东西？自己买不起真品，还敢说我男朋友的坏话？你是承认自己送的都是假货吧？
我才不稀罕你的那些破烂。周甜甜气得直跺脚，我懒得废话，拉开车门就要走。就在发动机响起的瞬间，韩世宇的声音从窗外传来：“宝贝，站这儿干嘛呢？我等你好久了。”韩世宇刚走过来，就看见了我的车，他眼神闪了闪，随即露出一个轻蔑的笑：“租来装大尾巴狼，等着吧，过几天连裤衩都得当掉，不如求着给我提鞋吧。看在你是甜甜朋友的份上，我才给你个面子，让你提鞋，你还不跪下给我磕个头？”周甜甜靠在韩世宇怀里，鄙夷地瞟我一眼：“世宇，你人也太好了，你千万别给他好脸，他这种人啊，一辈子都只能是穷酸命。”我发动引擎，懒得搭理他们，余光瞥见不远处我的那辆玛莎拉蒂，这孙子还真是无处不装啊。不过这种人碰过的东西，我嫌膈应，也不打算要了。我冷笑一声，方向盘打死就是一个转弯。怎么，看见你爹来了就想跑啊？待不下去了吧？周甜甜撒着娇，几句话就哄得韩世宇答应再给他买包。只是韩世宇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因为我车开的方向正是他玛莎拉蒂停的方向。卧槽！陆修远，你疯了！赶紧给我停下！敢撞老子的车，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已经来不及了，我油门踩到底，轰！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那辆价值千万的玛莎拉蒂被我撞得歪在一边，引擎盖和大半个车身都凹陷了，轮胎都崩飞了一个。不过这辆是我车库里最便宜的私人座驾，我丝毫不觉得心疼。我下车故作惊讶道：“韩少，您这车怎么停在斑马线上呢？这也太危险了，还好我没出什么事，不然您可就是全责了。”韩世宇脸色煞白，连滚带爬地冲到车前，摸着变形的车身，一脸震惊：“陆修远，你他妈疯了！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你居然敢撞成这样！完了，这下彻底完了，他该怎么跟他爸交代？要是被那家的甄少爷问责起来，他就算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周甜甜冲过来，指着我就开始撒泼：“陆修远，你这个垃圾，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是吧？世宇，我们赶紧报警吧！”报警？我正求之不得。听到报警，该怕的不是我，而是某些冒牌货。我立刻附和周甜甜的话：“对啊，这么贵重的东西，得赶紧报警。”我暗中观察韩世宇，果然他脸色更难看了。周甜甜马上掏出手机，韩世宇一把抢过来，直接摔在地上。不能报警！周甜甜被他突然的反应吓住了。韩世宇意识到自己失态，赶紧换上笑脸解释道：“我的意思是，一辆破车而已，没必要闹大。好了，宝贝，刚刚是我有点冲动，待会带你去挑个限量款包包。”听到这话，周甜甜立马笑逐颜开，又粘在他身上。我冷笑一声，一个假包就能把他哄好。看见我笑，周甜甜顿时恼火，她以为我在嘲笑她。陆修远，我们是与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你就知足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世宇一样开豪车带女友，你这种废物看看就好。韩世宇得意地听着马屁，一脸享受。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他脸色大变。挂掉电话后，他点了支烟，仔细看还能发现他手都在抖。今晚不回别墅了，我订了酒店。我忍不住笑出声，是回不去吧？甄少爷回来了，冒牌货自然要躲着走，为什么不回去？周甜甜疑惑地问。韩世宇咬着烟，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甜甜，我只是觉得在酒店更刺激。周甜甜顿时羞红了脸。对了，世宇，
我觉得对这种人你别太心软。陆修远就是个小人。陆修远，周甜甜在说我成小人了。他居然说你送我的奢侈品是假货，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听见假货2字，韩世宇叼着烟的手明显一抖，他想赶紧岔开话题，但我偏不让他如愿。我说错了吗？你像当年豪门富太太，结果连真假都分不清，天天背着假货在外面晃悠，你也不嫌丢人。这话戳中他痛处，周甜甜顿时暴跳如雷。韩世宇想拉他走，可他已经气疯了。陆修远，我现在就拿你那些假货和我背的去专柜鉴定，就凭你也配跟世宇比？本想给你留点脸的，是你自己不要。见他上钩，我心满意足地开车离开。原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等鉴定结果出来，他自然会知道包是真是假，到时候他也就没脸在我面前蹦跶了。但没想到这女人竟然开了场直播，她请来圈内大 V 坐镇，直播认证真假。她这样做估计是觉得这样既省钱又能打到我的脸。周甜甜坐在直播间，一副受害者姿态。我本来是去给前男友道歉的，毕竟他收到了网友的攻击，结果他不但羞辱我，还租豪车装面子，在我男朋友面前较劲。他死不承认送我假货也就算了，还污蔑我男友也送的是假的。一边说着，他眼泪说来就来，这不是在给自己挖坑吗？周甜甜这演技，我真是小看她了，偏偏这招特别管用。网友们顿时被他煽动，纷纷为他打抱不平。又是个装逼男，租个豪车就以为自己无敌了，送一堆假货还敢嘲笑人家男朋友，这什么玩意儿？谁信啊？一个穷鬼能买得起真货，装什么大尾巴狼？评论区骂声一片，对我各种讽刺挖苦，佩服佩服。周甜甜这甩锅技术是越来越高明了，直播间人气暴涨，不少奢侈品专业人士都被吸引过来。只不过慢慢的，直播间的评论风向开始转变了。这条项链是巴黎限定款，全球限量50条，单看钻石切工就知道是真品。亲爱的，这套礼服可是今年早春限定，国内只有3套哦。后面那些爱马仕，每个都是专柜正品，不知道小姐姐愿不愿意出售？周甜甜死死盯着评论，手都在发抖。这不可能！她疯狂往上滑着，非要找出一条说是假货的评论。结果真让她找着了，美女身上背的这个包是假货吧？她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包包，这可是韩世宇送的啊，怎么会是假的？很快，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包，毕竟是全场唯一一个假货，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周甜甜百口莫辩，她慌忙下了播，不知道她私下怎么跟韩世宇对峙，反正我懒得关心。但这女人的脸皮厚度确实让我刮目相看，明明是她自找没趣，现在反倒成了我的错。她当天就发了条朋友圈甩锅，那个假包其实是前男友送的，但请大家别再骚扰他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为了维护韩世宇，他再一次把黑锅扣在了我头上。周甜甜真是一次比一次不要脸，因为假包风波，这对狗男女消停了好几天，估计也是觉得没脸见人。刚开完晨会，我在公司大堂又碰上了周甜甜。我本想视而不见地走开，她却直接挡在我面前。我在这等你好久了。我懒得理她，不知道她又想耍什么花样。见我冷着脸，她反而换上温柔的语气：那些奢侈品真的都是你买的？这问题在我意料之中，她现在肯定后悔了。穷小子送的是真货，
富豪男朋友却送的是假货，但我没心情陪他玩这种把戏，不是我买的，难不成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这态度换在以前，他早就发飙了，但这次他不但没生气，声音反而更柔了。修远，我觉得咱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你一定是误会我了。我冷笑一声，还有什么好谈的？豪车、豪宅，还有你那个假包，现在不是都到手了吗？你现在跑来说这话，不会是后悔了吧？这话狠狠戳中他痛处，他一时语塞。见我态度坚决，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思，周甜甜又换了副嘴脸，刚才还温柔似水，这会儿干脆撕破脸不装了。我后悔，你是老娘谈过最穷的一个，你有什么值得我后悔的？陆修远，我不知道你从哪偷来这些奢侈品，为了你那点可怜的尊严，你要真是有钱人，我现在就跪下来求你复合。他翻脸的速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种女人治好了也是祸害，复合不必了，我还嫌恶心。我转身要走，韩世宇突然出现，这对狗男女还真是形影不离。韩世宇一副大佬做派，一看见我就要撸起袖子打我。你敢纠缠我女人？就凭他那身高，还没靠近就被我一把按住。我压着他的肩膀，一字一顿，是你女人自己堵在这死缠烂打，你们这对人渣躲都躲不及，少在这自作多情。周甜甜见状赶紧溜了，生怕丢人。写字楼大堂里挤满了看热闹的路人，我就知道遇见他俩没好事，这下又少不了火一把了。我松开韩世宇，准备离开这是非之地。韩世宇恶狠狠地盯着我，眼神像是能杀人。明天晚上8点，裕华会所见，要是不敢来，我就让全公司都知道你勾引别人女朋友。我终于知道周甜甜的无赖和厚颜无耻是和谁学的了，但对付这种人渣，只能来硬的，不给他点教训，只会变本加厉。行啊，我等着。韩世宇得意地笑了。张海突然冲过来，一把拉住我，你疯了吧？这明摆着是个圈套，上次得罪他的项目经理，现在还躺在医院呢，他背后有地下金主，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张海好心劝我别自找麻烦，不去，难道等他天天来公司闹事？张海叫我忍忍，我摇摇头，必须去。我早看他不顺眼了，趁这机会把事情解决了，免得天天看见他恶心。不去的话，韩世宇肯定天天来公司找事，我倒想看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张海叹口气，拍拍我的肩膀，他一脸担忧，仿佛我这是去送死。明天我陪你一起，兄弟2个有福同享。我真没想到张海这么够义气，不过这事还是我自己解决比较好。不用了，我自己能搞定。张海瞪大眼睛，连说3个不行。那我先帮你联系好医院。第2天晚上，我准时到了裕华会所。韩世宇在大堂里来回踱步，不停看表，一见我进来，立马冲上来叫嚣：你好大的架子，知道黄总等了多久？本来只想给你点教训，现在看来非得让你在是待不下去。韩世宇一脸得意，看来是找了靠山。服务员把我们带到顶层包厢，韩世宇对着里面那位哈腰点头。那人背对着门，坐在真皮沙发上。黄总，这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家伙，让您久等了，待会您教训他的时候，千万别心软。韩世宇这副狗腿样，我还是头一次见，就差直接说把我往死里整了。被他叫黄总的人突然转身，一巴掌抽在韩世宇脸上。你在指挥我做事？韩世宇捂着脸，满脸懵逼。但更让他懵的还在后面。
黄叔一看是我，直接吓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原本以为今晚能活动活动筋骨，没想到碰上了自家人。我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威风不小啊！我是不是也该改口叫声黄总？黄叔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陆少，我真不知道是您啊，都是误会，都是误会。韩世宇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清状况。他今天可是来找我茬的，怎么突然剧情就反转了？黄总，这是怎么回事？黄叔正愁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沙比就自己送上门，他肚子里的火正愁没地方发呢。黄叔一拳砸在韩世宇脸上，打得他嘴角流血。你个王八蛋，坑老子！连陆氏的少爷都敢动，活腻了是吧？要是因为你这个蠢货坏了我跟陆少的感情，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黄叔的地下钱庄，一大半业务都靠我们罩着。韩世宇这次真是踢到铁板上了。我淡淡扫了眼跪在地上的韩世宇，转身就往外走。路上慢走，改天我一定登门赔罪。身后传来一阵惨叫，我心情大好，本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谁知道韩世宇又整出新花样。韩世宇直接告到公司总部，说我故意殴打他，还附上了监控视频截图和现场照片。这是被报到职场论坛上，瞬间引爆整个公司。恶意伤人，这种人渣就该开除。一个上市公司竟然还有这种社会败类，原来不只是小气抠门，还是个暴力分子。评论倒是无所谓，我就想知道这视频是谁录的。找到监控截图一看，角度很刁钻，正好拍到了韩世宇跪地求饶，而我居高临下的画面。这么一剪辑，确实像是我在欺压他。人事总监急召我去办公室，脸色难看至极。你知道这种事情对公司形象的影响有多恶劣吗？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我马上联系董事会，建议立即解除你的劳动合同。找董事会，李总监，我建议您三思。要是让我爸知道他的儿子在自家公司被人诬陷，被无理开除，这位总监的职位也就到头了。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了？你打人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我本以为他叫我来是了解真相，没想到是直接宣判死刑。就凭一段剪辑过的视频，你就给我定罪？人事总监冷笑，还要什么证据？就你这种害群之马，留着只会败坏公司名誉。现在证据确凿，要么主动辞职，要么我们告你。他话里带着威胁，还透着几分急切，不知道背后是谁在推动。视频背后恐怕还有知情人。知情人，韩世宇可算不上吧？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被推开，韩世宇一瘸一拐地走进来，直接霸占了沙发。周甜甜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死不承认是吧？我给你请了个证人。周甜甜，看来这视频就是他拍的了。事情真相如何，他最清楚不过，只是这对狗男女串通好了来陷害我。我亲眼看见陆修元打人，现场血腥得很，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当初真是我眼瞎了。人事总监赶紧给韩世宇倒茶。韩总，您放心，这种害群之马，我一定严惩不贷。韩世宇端着茶杯，一副姿态，按我说的办，让他主动辞职就行。我大度，不和这种小人计较。人事总监连连点头哈腰，转过头来对我立马变了副嘴脸。听到没有？韩总肯这么轻易放过你，算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要是不现在签辞职信，那就等着被开除吧，到时候可就是你自己丢人了。他把辞职申请摔在我面前，架势十足。你说了算，这公司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董事长带着一群高管走了进来。我对这位董事长还有印象，他之前来家里拜访我爸，谈合作的事。那会他可是毕恭毕敬地站着，我爸连坐都没让他坐。人事总监看见这阵仗，赶紧端茶倒水。董事长，您怎么来了？这点小事我们能处理好，这种害群之马，我一定严肃处理。董事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都没理。他带着一群高管朝我深深鞠躬。陆少爷，让您受委屈了，我们马上解决。人事总监愣在原地。陆少爷，他脑子嗡的一声，该不会是……董事长转身播放了一段录音，是韩世宇和黄叔商量怎么整我的对话。韩世宇、周甜甜，你们涉嫌恶意诽谤，证据确凿，公司将保留对你们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董事长又看向目瞪口呆的人事总监。至于李总监，我看前台接待更适合你的能力。董事长雷厉风行，一番话震慑全场，三个人大气都不敢出。韩世宇拉着周甜甜就要逃，可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刚到门口，他爸的电话就炸了：“你这个畜生，那辆车价值上千万，陆少爷要追究到底，这下我们父子俩都要完蛋。”韩世宇腿都软了，这钱就算卖了他也还不起啊！爸，这可怎么办？我真没钱赔。韩世宇慌得忘了形象，顾不上旁边的周甜甜，还能怎么办？跪下给人家认错，求陆少饶命。道歉认错是必须的，但光这样未必管用。韩世宇得想个更好的法子让陆家少爷消气。他瞥了眼周甜甜，眼珠一转：“甜甜，你得跟我去，说不定陆少对你还有感情，这事就好办了。”周甜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韩世宇装身份也就算了，还惹了这么大的祸，现在居然想把他当筹码送出去。韩世宇，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他泪光闪闪：“宝贝，就这一次，帮帮我。”想到韩世宇那栋豪宅，周甜甜咬牙答应了。我坐在董事会议室里，冷眼看着这出好戏。这对狗男女肯定还会回来，我已经让物业主管转告过了，就等他们自投罗网。果不其然，没多久，韩世宇就带着周甜甜回来了。原来陆总在这儿啊，那正好。甜甜，记得好好表现。韩世宇环视一圈，故意用轻蔑的眼神看我。请问陆氏集团的大少爷在哪？听说穿得很气派，有钱人就一定要穿得花枝招展吗？我这身定制西装虽然低调，但随便一件都抵得上他全身行头，没有浮夸的名牌标志，在他眼里就不够格。我懒得搭理他，这反而激怒了他。装什么清高，以为自己能压我一头？韩世宇，你别给脸不要脸，在我面前最好老实点。会议室的门突然被踹开，物业主管冲进来，对着韩世宇就是一脚。他一个滑跪扑倒在我面前。爸，你疯了吗？他爸按着韩世宇的头，往地上狠狠地磕，砰砰作响，地板都快被磕出坑了。混账东西，还不快给陆少爷磕头认错！听到陆少爷三个字，韩世宇浑身一僵，额头都磕出血了，也不敢再吭一声。陆少爷，我这不孝子给您赔罪，您要打要罚随您便，就是这车，就算卖了我这条命也赔不起啊！物业主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饶。这对父子还真是一丘之貉，一个纵容儿子胡作非为，一个到处招摇撞骗。陆修远，你就是陆氏的太子爷！周甜甜看我的眼神瞬间变得妩媚起来，我对周甜甜的媚眼视而不见，手里把玩着车钥匙。我冷笑道：“
这事可以当小事处理，不过就这么算了。我这口气咽不下。物业主管连连点头，您说的对。他当场给了韩世宇几个响亮的耳光，扇得韩世宇鼻血混着额头血糊了满脸，然后拽着儿子到公司大厅，召集全体员工。我是公司物业主管，韩世宇是我儿子。这段时间，他冒充陆少，偷开陆少的新车，私占陆家别墅。谈恋爱时送的礼物全是假货，自己口袋里连1万块都拿不出来，是我管教无方，给陆少带来困扰。周甜甜脸色惨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想起自己陪韩世宇炫富发朋友圈，他肠子都悔青了。韩世宇也无地自容，求爸爸别再说了，现在知道丢人，晚了。整个公司员工都在议论这件事，原来是个冒牌货，打着陆氏少爷的旗号招摇撞骗。周甜甜这下傻眼了吧，真是瞎了眼。这对狗男女，现世报来的真快。看着这一对被保安轰出大楼，我心情格外畅快。这次之后，他们怕是再也进不了这个圈子，世界总算清静了。整个公司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再没人敢小看我，就连不相识的企业高管都主动示好。但好戏还没完，这对狗男女又上了热搜。某上市公司女总裁找上门，大着肚子讨说法，都是他勾引的，求您原谅我这一次。韩世宇抱着女总裁的腿，把一切都推给周甜甜，亏你还是个男人。周甜甜话没说完，就被人拖走。女总裁的名媛团姐妹冲上来，对着她就是一顿教训。名牌包砸烂了，香奈儿套裙撕碎了，还挨了一顿打。不要脸的小三，今天让你尝尝记性。两人的丑态被人拍下来，视频火遍大街小巷。我看着热搜，内心毫无波澜。一句话，自作自受。韩世宇原以为这就完了，却不知道最狠的还在后面。他诈骗的证据被人举报，最后锒铛入狱。这种结局早在我意料之中，这不过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小插曲。第二天，我正式出任集团总裁。在交接仪式上，我看到了台下无数羡慕和敬畏的目光。父亲拍着我的肩膀，当众宣布，从今天起，陆氏集团就交到你手上了。这一刻，我终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我是陆修远，这个城市最年轻的商业帝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